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肖战李沁这部剧火了，梦中的那片海演绎一代人的青春。这部剧演绎了一代人的青春岁月。近期，由肖战、李沁等演员主演的《梦中的那片海》在腾讯视频、CCTV8与东方卫视热播，向当下年轻人展示了改革开放前后那批人的群像，而这也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剧中场景始于什刹海冰场、到胡同、军营、战场，剧中人物从当兵、高考、从医、从政、大事件上，从改革开放到下海经商，完整的还原了30-40年前那段故事。剧里演绎的种种细节，尽管是过去的事儿，放在2023年的当下，也有讨论空间和积极影响。年轻人与父辈之间的共鸣，也就由此而生。重塑时代人物，梦中的那片海从2022年正月初6官宣，6月初杀青，到今年6月1日播出，整整1年时间，让观众等了太久。不过，上线数据不负众望，连续稳居猫眼、云和、德塔文等多平台热度榜首，打破酷云收视率峰值，最高达到腾讯站内热度破29000，不仅入驻必看俱乐部，同时打破纪录，成为目前2023年站内热度值最高电视剧。卫视端《梦中的那片海》也以1.481%的首周平均收视率位居同档期第一。这部剧观感上和17年前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有莫名相似之处，原因很简单，叶京出任了总策划。叶京何许人也？他是作家王朔的发小，2006年执导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被封为神剧。剧中，方言和李白灵王朔小说中常使用的人名在什刹海冰场一吻定情的戏份，让人印象深刻。难怪梦中的那片海一开头出现的什刹海冰场颇有书接上回的感觉。叶京的作品不为讨好其他区域观众妥协，反倒成就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的经典性。故而梦中的那片海由叶京坐镇，在品质上可说是10拿9稳。剧名的那片海就是指什刹海，水域面积33.6万平方米，夏日荷花盛开，冬天变成天然冰场，分为冰车区和滑冰区。老北京就称49城，泛指皇城的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4门，内城前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9门的总称。梦中的那片海尽管还是老配方，面孔却更迭了肖战、李沁等当下青年演员，既还原又重塑了那个时代的人物，角色性格各异。梦中的那片海以肖战饰演的肖春生为主心骨，把幕布从70年代中期拉开。肖春生是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角色。论武，他投身军营，报效祖国；论文，他画的一手好画，喜欢去旧书库读书，才有了帮助素未谋面的童小梅李沁饰演逃离图书馆的机缘。论家庭，他照顾父亲，尽职尽责；论爱情，他与兄弟叶国华大胆追求共同心仪的女孩。这就是一个遇事不怂、有担当的英雄式人物。女主角李沁饰演的童小梅，在旧书库中，在阅读现代护理学先驱与统计学家南丁格尔在1859年所著的护理学经典《护理札记》时，与肖春生相识。童小梅早早为自己定下了做一名医生的人生目标，从护士开始做起，一路筹备考试，上战事前线，最终成为一名医生。肖春生的发小叶国华懂得尊重他人，非常具有绅士风度，并且因为家庭原因，所以根正苗红，与肖春生都有入伍的梦想。入伍后成绩优异，被提拔为排长，却因为感情原因，
导致两人渐行渐远。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压在他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能放下。叶国华说这样做不仅仅是将事情拨回正轨，更是为了向贺红玲证明自己不是一个贪图荣誉、背信弃义的人。贺红玲虽然和母亲在小四合院里相依为命，她会为了贴补家用去搬白菜、打零工，叶国华送到她家里的东西，她都折算成钱返还，不愿接受男人们实际的经济支持。冬天不戴手套冻得通红的手指，能用小提琴随手拉出蒙蒂最著名的查尔达什舞曲，在银色月光下，冷感坚毅的外表下，贺红玲的内心热情奔放，执着于所爱的人，但更清楚生活不是只有爱情。更有代表性的女性，则是叶国华的妹妹叶芳。赵鑫饰演清醒、要强、独立，具备新时代女性一切美好的品质。这个群像既具备先锋性，也略带时代局限性，性格各异。但这部剧对于几个角色的拿捏刻画上，都具备一个共同特点：有人味。爱情观的碰撞，爱情一直是年轻人永恒的主题。不过梦中的那片海体现和反思了不同爱情观的碰撞。前妻肖春生与贺红玲相恋，因为彼此外形的俊美、才华横溢，互相吸引。这些爱情的表象，在肖春生袒露自己的家境不如别人，需要贺红玲一起照顾父亲的时候，尚且可以共同度过；但在贺红玲的母亲心脏病发作、需要手术和费用面前，却显得脆弱无力。贺红玲需要钱的时候，肖春生拿出存款，占有所借和父亲的养老金，倾尽所有都是杯水车薪。而叶国华只需一个电话，家人就能给贺红玲送来5000元手术费及住院费。贺母说，在外面有多英雄没有用，能挣钱，能往上走，能给你舒坦日子，才是好男人。贺红玲表面虽然沉默着，却听在了心里。对贺红玲来说，叶国华是一片可以救急的面包，最后她也的确选择了面包式的爱情。童小梅倾心肖春生，但她对爱情的姿态不是必须占有，而是祝福和付出，甚至助攻肖春生的爱情，把面试名额让给贺红玲，希望他们一起当兵。对童小梅来说，爱情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实现做医生的梦想才是。她表面内向，更懂肖春生。贺红玲教导肖春生，你不应一直把自己当大哥，而童小梅鼓励肖春生，你不是废人，你是英雄。从图书馆相识就说明了，肖春生和童小梅是一对基于精神信仰同频的 soulmate 灵魂伴侣。梦中的那片海对现代女性给予了非常强有力的正面塑造，剧中的女性没一个是恋爱脑，把爱情放在第一位。每个女孩都有她们的理想，童小梅要当医生，贺红玲要当兵进文工团，叶芳要高考上大学。她们只是基于不同的爱情观，选择了不同的爱人。女人在爱情里应该自身强大，还是依靠爱人？梦中的那片海这部剧完成了对于这一女性话题的探索和反思，制作颇具匠心。如果你留心看，会发现剧中的角色其服装颜色与性格相匹配。耀眼的红色毛线帽和红围巾代表了贺红玲外表高冷、内心火热的性情，白色色调为主的羽绒衣护服用在李沁饰演的童小梅身上，代表着是一位倔强、执着的女孩。许多场景和人物都经过了精心推敲。为了还原什刹海冰场，团队用草席圈包住了整个外围。一位打磨冰刀的老师傅，竟然是北京冰刀王的传承人亲自出演的。大家聚会喝啤酒时用的扎啤杯子，已经连博物馆都找不到了，是剧组绘图3D 打印的。
剧中为贺红玲的母亲做心脏病手术的苏教授，也真有其人，是我国心脏外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苏鸿熙教授，被誉为医学界的钱学森。28自行车、雷锋帽、加绒手套、粗针毛衣等服化道一下子把人拉回了70年代。复古与个性化的美术设计一直跟随剧情发挥着代入作用。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活脱脱的时代审美变革教科书。肖战、李沁等年轻主演们吸引了很多95后、00后的观众，不过往往不太了解父母辈，以为他们古板严肃，但梦中的那片海告诉观众，父辈们也曾经大胆追求过自己的人生，自由恋爱，追逐事业，这与现在的年轻人毫无差异。因而，年轻人与父母辈之间的人生，在《梦中的那片海》这部剧上打了个共鸣的响指。观众能在剧中看到时代的印记，既还原了昔日生活状态，又展现出了那个年代的进步意义，以此激励当下年轻人。